这一周真的是新闻非常多的一周啊！先是 GTA 6又跳票了，紧接着索尼就正式推出了自家 PlayStation Portal 的云游戏服务。可还没等玩家搞清楚索尼家的云游戏是个什么机制，突然就有人跑出来爆料说索尼将会推出 Cross-Buy 功能，让玩家仅需一次购买，便可以在 PC 和 PlayStation 上都可以游玩这些游戏。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啊！网上有一些网友发现，索尼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在他们的数字商店采用个性化动态定价的策略，不同的玩家在购买同一款游戏的时候的价格竟然是不一样的。那么 PlayStation 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什么目的？这一切对于我们游戏玩家来说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家好，欢迎来到队友频道，我是老九。我们先来说一说 PlayStation Portal 正式推出的云游戏功能啊。先来看看索尼官方 blog 发的文章。PlayStation Plus Premium 的会员，也就是3档会员，现在可以从自己的游戏库中串流部分 PS5 的数字版游戏。在上线初期就有数千款 PS5 游戏支持云端串流，包括 Astro Bot、无主之地4、最终幻想7重生、堡垒之夜、羊蹄山之魂、GTA 5和生化危机4等热门大作。此外 PS Plus 游戏目录和经典目录中也有数百款兼容游戏可供云端游玩，包括赛博朋克2077、战神诸神黄昏等等等等。云端串流为玩家带来了全新的游玩方式，你可以在同一台主机上与不同账户的朋友同时游玩游戏，或者当他人正在主机上看电影时，你依然可以串流自己喜欢的游戏。此外，云端串流还能让你轻松的在旅途中畅玩 PS5 游戏，无论是在酒店、咖啡厅、朋友家，还是任何拥有高速 WiFi 的地方。即使家中的 PS5 主机已经关机，或者正在被他人使用，你也能继续游戏的进度，随时畅玩。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就是微软的云游戏策略吗？虽然说它现在还只能在 Portal 上进行串流，但是我敢跟你打包票，以后它绝对会和 Xbox 一样，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但凡只要你有个屏幕，你都不需要购买 PS5 的主机，就可以直接游玩 PS5 的游戏。我个人的猜测是，云游戏的功能不会在 GTA 6发售之前开放给没有 Portal 的玩家，因为借助 GTA 6的这一波，索尼可以轻松说服那些不想买主机，但是想要尝试 GTA 6的玩家购买 Portal 订阅会员，靠低价拉这些新玩家进入自家的生态。我仿佛看到了一堆已婚男士躲在公司假装加班，实则用 Portal 玩 GTA 6的场景。索尼这一步在我看来和 Xbox 做对比的话，没有 Xbox 那么激进，毕竟 Xbox 这几年的连续失败已经让微软总部忍无可忍，他们根本没得选，只能 all in 云游戏。虽然说微软多次强调他们将继续生产下一代 Xbox 主机，但它将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硬件本身不是重点，里面的定制化操作系统才是重点，其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台 PC。 而且微软的 CEO 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还说到，微软游戏部门的竞争对手其实是 TikTok。 从这些消息你都能看出他们公司在策略上的转变。而索尼这边的动作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稳健的业务扩张，而且我觉得这将对 Xbox 甚至是英伟达的云游戏定价都造成有效的制衡。我之前做的那一期为什么游戏订阅制必须死的节目里就说过，一旦游戏全部变成串流服务，当你不再拥有任何游戏主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坐地起价，帧数、分辨率、游戏内的效果全部都可以拿来拆分成不同的订阅级别。当你拥有一块更好的屏幕或者是电视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了不浪费硬件性能而不得不订阅最贵的那一档。过去你还能买断游戏，最多担心 DLC 太多或者是价格太高，但至少那份拷贝永远属于你。一旦云游戏订阅制成为唯一的选择，你拥有的就只剩下临时的访问权了。订阅一停，游戏瞬间消失，相比厂商可以随意删除的数字版游戏还要恶劣100倍。他们还能以体验升级为名，不断的削弱服务，甚至在游玩过程中插入广告。这种类似的温和转型，其实就是你的控制权被彻底的夺走了。玩家将不再是游戏的主人，而是平台生态里的数据。最终你花在订阅上的钱只会越来越多，却再也买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游戏了。也许在将来云游戏会成为主流，我们也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上文中提到的情景当中。但是原本只有微软一家这么玩，如今索尼也加入了战局，这将会让所有的潜在竞争者都在调整定价策略的时候多一些顾虑，大幅延迟游戏被云游戏垄断的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之前索尼不是还放出了他们家下一代主机和 AMD 合作的一些细节吗？我觉得 PS6 的硬件在短期内对索尼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玩家还是有的选的。
那既然索尼以后都不需要 PS 主机就可以玩到索尼的独占游戏了，那么其实独占游戏就不 make sense 了，它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这么看来，这第二条新闻其实就顺理成章了，也就是最新被爆料的 PS 和 PC 互通的 Crossbuy 功能。数据挖掘者发现，索尼在 PS5 系统的官方符号代码中添加了 Crossbuy 与 PS5/PC 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在3月份的时候还不存在，不过这仅仅是被挖掘出来的单一数据，并且对于 PlayStation 的老玩家来说 ，Crossbuy 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早在2012年8月的时候，索尼就推出过名为 Crossbuy 的跨平台购买机制，玩家购买对应的 PS3、PS 游戏就可以免费获得 PSV 的版本。但是如果真的如爆料的这样是 PC 和 PS 之间的购买互通，那对玩家而言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战地6，我有的时候想在电视上用手柄玩，但是我只买了 Steam 版，所以我 PS5 上面就只能玩免费的大逃杀模式，而不能玩一般的多人模式。现在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账号互通的游戏，可是如果你想要切换平台游玩，那么你就得花2份钱。而 Crossbuy 这个功能的出现可以说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痛点， PC 玩家啊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掌机 PC 的玩家。其实 Xbox 早就有这个功能了，一旦索尼也加入，配合云游戏， PC 玩家可以说是真正的做到了所有游戏在此集结，包括任天堂 If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索尼想要的也不是单纯的上 PC， 而是一定会推出自家的 PC 启动器。试想一下，一款索尼的第一方游戏首发就上 PC， 但是只登录 PS 自家的 PC 启动器的话，那我相信确实很多 PC 玩家都会选择直接在 PS 的启动器上就购买了，而不是等它上 Steam。这和微软的 Xbox PC 互联机制完全不同。虽然微软也有自家在 PC 上的 Xbox 启动器，但是只有 PC Game Pass 的用户在用它，在上面买游戏啊，那是不可能的。我个人的感觉啊 ，Steam 的服务实在是太好了，我又不会去买 Xbox， 所以找不到在 Xbox 启动器上买游戏的理由。但是索尼如果在 PC 的 PS 启动器上搞限时独占，那其实还是非常吸引人的。索尼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家的游戏在 PC 上继续保有一部分的独占属性，还可以绕过 Steam 和 Epic 的过路费，甚至推广自家的启动器，以后第三方游戏也可以在上面卖。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些啊都是一些次要的便利玩家的新机制。索尼整个 PS5 世代被服务型游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几个第一方游戏。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蚕食被 Steam 几乎垄断的 PC 市场，就必须推出更多更好玩的第一方游戏，只有这样 PC 玩家才更有理由去使用你的 PC 启动器。而且索尼自家的启动器必须要在服务层面上做得更好，才能有资格去和 Steam 竞争。光砸钱是没有用的，最后只会像亚马逊一样兵败如山倒，或者是落得和微软同样的下场，那就是不得不把自家的第一方游戏在上线的首日就同步上线 Steam。 Later。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最近被玩家发现的这个 PS 游戏个性化动态售价是个什么情况啊？有一位美国网友在网上发帖称，他本来很兴奋，终于要买《荒野大镖客2》这款游戏了，结果他发现他老婆账号上的价格更便宜。他紧接着说道，他老婆平时几乎不怎么玩游戏，所以在他的账号上购买的话，以后自己使用就会不太方便，这让他对购买这款游戏的兴致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这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台 PlayStation、同一种货币下出现的情况。这件事情目前索尼官方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商家根据大数据分析，给不同用户不同价格的行为，其实早就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了。就我自己观察到的啊，亚马逊的购物 App 就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同样的商品被毫无缘由的标上了不同的价格，只因为我多看了几眼。在游戏的数字商店实行个性化动态价格，看的无非就是你买过哪些游戏，哪些游戏你玩得更久，你把哪些游戏加入了愿望单，等等等等。平台通过大数据推算出你喜欢的游戏类型，然后在你浏览到你喜欢的这类游戏的时候，把价格给它抬上去。我查了一下全球的相关法律啊，在欧洲是需要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所以在欧洲没人这么干。但是在美国好像就不用，所以低活跃度的用户就会享有更多的折扣。
从 DEI 渗透到购买数字游戏，这美国人民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不就是典型的赛博朋克高科技杀熟手段吗？从玩家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在被算法剥削啊！你越忠诚，越热爱游戏，反而越容易被精准宰割。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用户画像的终极形态。每一个玩家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数据化的标签，被系统评估、定价、榨取。现在似乎索尼还只是在美国的在线商店小范围的试水，但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你买的将不再是游戏，而是一个算法认为你值得付出的价格标签。这都是什么赛博朋克的剧情啊！科技让世界越来越智能，却也让公平变得越来越昂贵。希望看到视频的小伙伴，如果以后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千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只有这样，这些大公司才会感受到压力，从而收手。A few moments later，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恶臭的个性化动态定价不谈，从云游戏到跨平台购买，索尼的这几步棋似乎都展现出它正在试图重新定义 PlayStation 这一品牌的边界。他们想要不再局限于主机，而是扩展为一个贯穿 PC、掌机、云端的完整生态系统。他们在做和 Xbox 同样的事情，这么看来，主机的战争似乎并没有结束，而仅仅只是转换了战场。索尼的计划听起来很宏大，也确实令人期待，但是别忘了，这一切的根基始终是游戏本身是否好玩。无论云端多么便捷，跨平台多么自由，算法多么精准，玩家最终花钱的理由依旧是为了那些令人热血沸腾、通宵达旦的作品。索尼曾经凭借《战神》《最后生还者》《神秘海域》《血缘诅咒》等游戏定义了主机世代的黄金标准，而这些都是靠实打实的创意与制作实力堆出来的，而不是靠服务的模式或者是某个系统的功能。所以无论是云游戏还是 Crossbuy， 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真正能让玩家留下来的，从来不是技术手段，而是好玩的游戏。如果索尼想在下一个世代继续主导行业，他们必须回到最初的立场，那就是让玩家因为游戏本身而选择 PlayStation 的生态。Anyways， 欢迎收看地图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索尼云游戏、Crossbuy 和动态定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